如果希望效果可以更持久的话呢，自体脂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。不过大部分的人啊，听到脸部的填充物，可能都会问说，这样子脸嘭嘭胀胀的，看起来会不会很假？确实啊，如果有一些部分的填充太过于饱满的话，就会有一种给人不自然的一种感觉。最近网络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做蛮化。子宇医师就提供了3大心法，一心一意造就您的美丽。大家好，我是子宇医师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自体脂肪补脸，要怎样补才不会补得起来假假的呢？那首先呢，为什么我们要自体脂肪来补脸呢？脸瘦瘦的看起来不是很好吗？为什么要把这些脂肪放在我们的脸上面，让我们看起来胖胖的呢？其实不同的审美观啊，对于我们的脸部肌肉还有骨骼有不同的看法。欧美呢，通常就会喜欢比较一些颧骨比较高，或者是脸颊比较凹陷的一些线条感。不过亚洲人呢，会更喜欢更饱满的感觉，甚至有些人呢，会更喜欢幼态一点的脸部线条，会希望整个脸都圆圆的，就像 BLACKPINK 的 Jennie 的包子脸一样，看起来圆圆的很可爱。不过不见得适合每个人。不过有几个特别的地方，如果这些地方的组织不够的话，会给人特别有一种憔悴还有老态的感觉。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宫啊，我们的苹果肌，或者是我们的眼窝，这些地方的凹陷呢，通常都会给别人一种疲惫、没精神，甚至显老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些地方呢，都可以靠一些填充物来增加它的烹饪感。那微整的方式呢，比如说有我们常用的玻尿酸，或者是舒颜萃等等这些胶原蛋白增生的产品，来增加这些地方的烹饪度。如果希望效果可以更持久的话呢，自体脂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哦。不过大部分的人啊，听到脸部的填充物，可能都会问说，这样子脸嘭嘭胀胀的，看起来会不会很假？确实啊，如果有一些部分的填充太过于饱满的话，就会有一种给人不自然的一种感觉。甚至呢，最近网络也出现了一个新名词，叫做蛮化，意思呢就是这些地方呢充气感过重，过于的肿胀，脸部的轮廓呢看起来不自然，有点像发酵的馒头一样。所以脸部的填充物呢，到底要怎么补才能让我们脸部的线条柔顺，然后不会有蛮化的感觉呢？那针对这个问题呢，子宇医师就提供了3大心法。第一个心法呢，就是不要过度的填充。自然的肌肤呢，会有一定的保湿度。当你填充的量呢，超过了这个自然的界限的时候，就会给人家有一种蛮化的感觉。这时候我们的皮肤就会过于的紧实，也会导致你的脸部的表情看起来有一点点的不自然。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部位要非常的注意。每一个地方的组织呢，它能忍受的这一些填充物的量都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宫，或者是我们的假凹，它可以承受的这一些填充物的量就相对的比较多。可是呢，有一些地方皮肤比较薄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的眼窝或者是我们的眼下，这些地方呢是皮肤非常薄的地方，下面几乎就是到了您的骨头。所以这些地方呢，在补脂的时候就不能太贪心，要保守一点。第一呢，是不会看起来太假；第二呢，才可以避免一些不可预期的并发症发生，比如说毛毛虫现象啊，这些都是因为填充物打在太薄的地方，然后量又太多了。第三个心法呢，其实就是少量多次。因为如果你补填充物呢，一次的效果并不是那么的好的话，还是有机会可以再补第2次的。可是你如果一次打太多的话，有时候就很难走回头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通常对于填充物的看法，子宇医师还是相对的会比较保守一点。如果不够，再补就好了。自体补脂呢，除了让我们的脸部精神看起来更好之外，其实有时候还是有整形的效果。比如说我们的自体脂肪呢，补我们的下巴、3根或者是额头的地方。这个时候呢，除了让脸看起来更饱满之外，同时也可以让你的五官的线条看起来更立体。所以小小的脂肪却可以带来大大的改变，真的很神奇。不过缺点就是，如果一次补太多的话，到后面要处理是真的蛮麻烦的。所以补脂的时候切记不能贪心。结束了，哇哈！那子宇医师再来帮大家总结一下，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蛮化呢？第一个就是不能太贪心。那第二个呢，脸部的补脂也要考虑到它的形状。比如说苹果肌呢，它本身就有一个自然的形状，但是你为了要让它补得饱满，这个时候你打了更多的填充物进去，你的苹果肌的形状就会看起来不自然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一些纹路。有的时候啊，我们脸上会有一些自然的纹路，你为了要消除这些纹路而打了过多的填充物进去，这个时候呢，也会违反我们填充的原则。你为了要将这些纹路给消除掉，你势必要打更多的填充物进去，这个时候脸部就会有一种僵化、蛮化的形象产生。那如果今天是真的老化了呢，皮肤已经垂了，这个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评估，因为老
老化而下垂的皮肤它已经松弛了，并不可以靠填充物一昧的去把它做填补，希望能达到一个支撑的作用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是要考虑进行所谓拉提的这一些术式。填充手术呢跟拉提的手术要一起做，这样子才能让它的效果最大化，然后呢也能避免蛮化的现象产生哦。那不知道对于以上的说明还有任何问题吗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我是志宇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